最近是用到太多好用的防晒霜了，今天会是很精彩一期。我会综合一些新品，还有前几年我用到最好一些防晒，给大家做一个总结。我们来按场合分类，就像粉底液一样，粉底是有遮瑕力高的、持久型的，也有轻薄透气型的。那防晒同理，如果不是长时间户外运动的，就选这一类，日常通勤妆前最美防晒。这些全部都是不搓泥、不油、不拔干，后续让底妆不会暗沉，很漂亮，不会让你粉底斑驳的。正在用的 Dr. Althea 绿茶 Green Tea Fresh Sunscreen， 这名字听起来很像水果茶，很清凉的感觉。它属于清爽修护型的韩国防晒，有控油柔焦，适合全肤质，只要不是大干皮都会喜欢它。让我妆容很服帖，而且它保湿度是很好的，到下午即使比如外面很热啊，你脸也不会觉得很干。我现在给大家演示我防晒的用量。那很多人都说用2指嘛，涂满2指就是防晒的量，我觉得太麻烦了，直接你就涂2坨就好了。第一次全脸、眼周啊什么这个防晒都可以涂，第二次就重点加强在容易晒伤的区域，像你的颧骨、鼻头还有脖子。假设第一层有哪些地方没有涂到的，第二层也完全可以 cover 到。涂到这个量，如果你觉得还很舒服，你愿意一直用的，那就是最适合你的防晒。它的有效成分有烟酰绿茶水、积雪草。那积雪草可以舒缓镇定、抗氧化，腺苷还帮你淡化细纹，皮肤更加紧致。还有一些抗氧化的，像维生素 E， 特别像一个日乳的感觉，不油不干，特别舒服。全肤质用，你找不出错的防晒就是它。今年的黑马也是我近期用到 VT PDRN Air Cloud 防晒霜。Air Cloud 这个名字很准确啊，它给你空气感、轻薄轻盈感，擦上就像没擦一样。油皮混合皮会大爱，涂上脸那一刻，你觉得这是2026年应该有的新品，今年绝对会火的防晒。我把话放这儿，之后各大博主一定会推荐的。太清爽，膏体很薄，完全替代了你早上的保湿精华，而且它有效成分很惊人。 PDRN 嘛，它是来自野山参的提取，近2年最火的韩系抗老成分就是 PDRN 了，可以帮你减少细纹，而且对泛红受损肌肤很有帮助。再加上烟酰胺、泛醇、伊克多因还有乙基 VC 帮你美白提亮，更加了养肤的成分，但混油皮油皮会很爱，特别适合早上不喜欢叠涂太多护肤品的人。Innisfree 新改版的 Daily UV Defense， 它原来是 SPF 36，现在改到了 SPF 50， PA 的系数也更高了，防晒黑能力更强了。它是美国丝芙兰防晒里面我第一个推荐的，价格低，使用感相当好。因为美系防晒受限于它防晒剂嘛，它的配方很多时候我不会花特别贵的价格去买它。日常通勤呢，我更看重它的性价比、肤感。像如果暴晒旅行、长时间户外呢，我就会换到后面讲的一些日系和欧洲的，这个价格就很划算了，$20以内就可以拿下。保湿成分也很多，像绿茶、积雪草、向日葵籽油、维生素 E， 是你很少找到美系轻薄好涂不泛白的防晒。它里面是没有奥克利林的，奥克利林通常会让我们熏眼睛、辣眼睛，还有阿芙本宗啊，但这个我没有用到眼睛不舒服，我涂在眼周也没有关系。注意它里面是有一点点的香料的，所以皮肤偏向受损或者敏感肌就不要用了。我已经空瓶的 Supergoop Dew Screen， 我今年上半年最爱的防晒。因为1、2月份的时候天气还很干嘛，我比较喜欢这种保湿型的，它是最适合干性肌、中性肌的水光妆前乳加 SPF 50。它不是控油型啊，更像一个 glowy primer， 它是我用到最水润、最好推开、最丝滑，有点像奶油冰激凌质地的那种防晒了，完全不厚重。就这个肤感你在美系也是很难得，它的轻薄程度是要比 Innisfree 更要薄，流动性要更强一些。聚谷氨酸和胜肽的复合物让皮肤很保湿，看起来很饱满，还有透明质酸银耳、红魔药醇，
特别适合敏感肌晒后来修复的一个成分，也是很完美的护肤型防晒了。水光 primer 让底妆更服帖的，并且无酒精无香料。好，下面这几个都是我前2年的 Holy Grail， 不管我怎么试新品，他们在我心中的地位都是不变的，都是我的前3名、前5名，而且我很难把他们排名啊，因为好几个防晒都是同一个厂出来的嘛，肤感、使用感没有任何差别的。先说2个流动性特别强的，特别水润，就涂开像水精华化开的质地的，我把它们一个推荐给干皮，一个推荐油皮。那干皮就用 Dr. CeraCo， 秋冬天用它仿佛做了一个水膜，烟酰泛醇，还有10种透明质酸，保湿但完全不厚重，轻薄化开，不会给皮肤造成负担。那偏油皮也喜欢轻薄的，推开特别像水的，就用这个 Face Republic Purity Sun Essence。 这个每年我在 Amazon Prime 我都会囤好几支，它在亚马逊是有旗舰店的，很好买。那如果国内小伙伴就需要代购了，不过也没有必要特意去买它，因为我推荐很多防晒都很好用，你就什么好买什么就可以了，都不会踩雷的。它就是我用到最轻薄像水一样质地的防晒霜，夏天我是必用它的，其他防晒霜我不想碰。也有护肤成分，烟酰、神经酰胺、维生素 E、腺苷、VC， 一些抗氧化剂，粘感完全没有，涂上立马吸收。还有一个在国内非常好买的，也很好用的是 Etude House Mild Watery Light， 它也比较适合混油皮、油皮，夏天的妆前乳，完全是轻薄不闷型的，涂上有半哑光的质地，不厚重。唯一的是它有酒精，敏感肌要注意，但它酒精不是变性酒精嘛，也不会有拔干的情况。这个一定要说 Beauty of Joseon Aqua Fresh 给油皮、混油皮用的水润防晒。如果你觉得原版太润了、太保湿了，你就选它。这款偏蓝色罐的，也是有米糠水、B5、燕麦、绿茶水、葡聚糖各种保湿的成分，比原版更清爽，更像我刚才说的这种水润的感觉，并且它无酒精无香料，敏感肌会喜欢这绝对是我的 Holy Grail 啊！这几个都是我完全不能离开的，因为我的工作呢，我就需要试大量的护肤品。跟你们说完要避雷了，不好用了，我就不再用了，我就会转回这些 Holy Grail 常年回购的东西。我忘说我超爱的 COSRX 隐形防晒霜了，我的 Top 5也是轻薄无感，适合全肤质。好，下面一档是抗老型防晒，主要就是抗 UVA， 它可以把 UVA 波段有超强的防护。UVA 是让我们晒老、晒出斑、晒出皱纹的，像380纳米到400的波段是很难防护的。日常我们戴帽子可以解决，万一没有这个条件呢？比如说我一定要暴晒怎么办？那就只能用下面这些可能没有那么清爽的防晒了。但我挑出来这些也是我混油肌觉得还不错的，不会油腻厚重闷痘的。第一支抗老通勤防晒，我几年前也推荐过 Scenic Enjoy。 我今天说的最便宜的防晒吧，它不到10刀的价格，但防晒黑能力很强。经过第三方 lab 测试，它的防晒值很高， SPF 57.6， PFA 有 23.5， 那 PFA 16就是 PA 4个加了，所以它防晒黑的能力是相当好的。抗炎舒缓成分也很多，烟酰、泛醇、腺苷、积雪草，依旧是韩系给那种相对来说比较轻薄的质地了。刚开始涂上你会感觉有一层乳液浮在上面，但过一会儿它吸收了，就也不会粘，跟妆也很漂亮，无酒精无香料，敏感肌也可以用。但注意这款不是防水的，但我觉得它扒脸效果也不差，就不是去海边玩水的时候我用它是没有问题的。如果需要防水防摩擦的，我第一个想到一定是安耐晒，但这个我没有办法用在脸上，我一用我就会爆痘。现在我老公拿去擦身体，因为他要去游泳啊，去打球什么的，他拿擦身体觉得还不错，确实防晒黑能力很强。那我能用在脸上的户外型会成膜也不泛白的防晒，我最喜欢的还是 Ellie Gel UV。 我每次去海岛国家旅游啊、度假什么都是带它。
你会感觉它的乳液跟皮肤扒得很牢，不会蹭掉，即使在外面有出汗出油，防晒力依然在线，确实比普通韩系防晒更加硬核。护肤成分没有什么特别的，那它主打就不是护肤，它主打就是防晒，和安耐晒一样都是雾化结合的，这就是为什么它防晒黑能力这么好。新型防晒剂呢还可以 cover 到 UVA 的那个波段，长波段也能很好的防护，但注意去海边游泳流汗的时候一定要补涂，2小时补一次。我暴晒的时候用它也从来没有晒黑晒伤过。注意的是它有酒精，没有香料。有人对防晒很焦虑，就是怕晒黑，怕防晒系数不够，也怕品牌有作假的情况，没有那么信任其他品牌啊，那你就选它就好了。长波段 UVA 的天花板，欧洲版的理肤泉大哥大，它绝对是抗老第一梯队。超长波段去防护 UVA， 那旅行暴晒用它很安心。我原来用它的时候没有感觉会爆痘，这点比安耐晒要强，而且它更轻薄一些，没有那么油。为什么叫它是天花板呢？因为它除了一大堆防护 UVA 的之外，还有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氯400，是他们研发了10年的专利成分，弥补了很难 cover 到的长波段区域，真正做到了全光谱防护。注意去买 fragrance free， 是无香料版本的，它也有香料的，但是它里面是有 denatured alcohol， 是有变性酒精的，所以皮肤受损敏感肌是不适合用的。那我的建议是，像暴晒旅行、长时间开车、户外运动的时候，你再选它。像日常办公啊、通勤，没必要上这么猛的。下面敏感肌、儿童、孕期防晒，我把它们放一起，因为它们全部都是无酒精、无香料，或者以医美术后用它也很安心的。给我孩子平常上学用的防晒呢，我原来也推荐过，它现在升级了，是药妆店可以买到的 Blue Lizard Baby， 是氧化金加二氧化钛，还加了一些保湿的，像芦荟、金盏花、甘油。我为什么那么推荐它？就是它没有那么泛白厚重，在 baby 婴儿区的这个防晒算是非常好推开，肤感很好的了。如果我去海边度假呢，给我孩子就会擦安耐晒的小粉瓶，它是雾化结合的质地，除了氧化锌，还添加了一些新型化学防晒剂，所以它成膜感会比欧美的会好一些，更加防水防摩擦，很像原版防晒霜啊，只不过它没有酒精、香精，没有防腐剂。敏感肌、儿童友好，它会稍微有点油，就是因为它没有挥发的酒精，但你只要不上妆就没有问题啊。如果给孩子擦，完全不影响，我孩子也很喜欢用。主要它很轻薄，那种涂改液质地嘛，不会厚重，涂在眼周啊，涂在哪里都不会不舒服啊。孕期敏感肌哪去了？刚刚空瓶的 CeraVe Invisible Mineral， 这是我目前用到最轻薄的物理防晒霜了，清爽不油腻的感觉已经快接近化学防晒剂的肤感，而且 CeraVe 是他们家经典3重神经酰胺、烟酰胺，还有它缓慢释放的这个保湿技术，用上1天脸都很舒服，敏感肌后续不会出状况，不会拔干，氧化锌含量也很高，15%，还有二氧化钛2.6%。唯一的问题就是它味道不太好闻，它没有添加香料啊，所以没有什么遮掩它味道的东西，但我希望它可以改个配方。而且我发现它跟妆不太好看，尤其我不上粉底液只上粉饼嘛，它每次都会让我粉饼斑驳。但是我平常去健身房不化妆的时候我很爱用，因为它很轻薄，然后又无负担，而且我有时候晚上做激光什么的，我第2天用它也很舒服。医美术后用它是最好的。我找了这么多年 Tinted Sunscreen 润色防晒，真的没有找到特别好用的，要不然就是很油，要不然就是欧美这边颜色特别黄，涂上像美黑一样的。直到我发现这一款 Live Tinted， 这 Ulta 有卖，叫 Hugard 3合1矿物防晒乳，它把自己也叫一个 primer， 一个妆前的效果，防晒、保湿、妆前。我最喜欢就是它润色是自然提亮，不会很黄，不是很橘色的那种，上在皮肤上基本不遮瑕，它不会说像轻微粉底液的效果，它不会，所以这就很好，你之后可以继续上妆，不会影响你的妆感。成分还有很多抗氧化的，像沙棘油、维生素 C、维生素 E、红没药醇，帮助你抗炎抗敏，而且它是有 iron oxide 氧化铁的。
如果你长斑的，容易有晒斑、颧骨斑这些，一定要试试 Tinted Sunscreen， 含有氧化铁的润色防晒。因为可见光，尤其是400到500纳米的蓝光，能量很高，它会穿到皮肤更底层，导致我们色素沉淀、肤色暗沉。但 Iron Oxide 它可以将蓝光反射出去，就避免它深入到皮肤里嘛，可以减少你的色斑。所以如果你暴晒什么的，我都很建议你在刚才我说那些防晒，比如说户外防晒那些，后面添加一层氧化铁的防晒，减少色素沉淀，减少 dark spots。润色防晒目前就少的这一个，少的可怜，油腻的太多了，轻薄太少了。最后了，身体防晒。其实我刚才说的很多都可以做身体防晒的，但下面推荐是超大瓶、清爽、水感、性价比很高，涂起来不会心疼的。我都说烂了，妮维雅 Water Sun Gel SPF 50，它有 SPF 30那款啊，不要买错，要买高系数的。特别水润清爽，涂上凉凉的，夏天给你降温的感觉。它像水啫喱一样，你手臂脖子每天擦也不会有负担，就当一个补水保湿乳了。我每次去日本都是好几瓶的囤，我不能没有它，完全离不开。那注意，它不是户外防晒啊，你就平常通勤不要说海边暴晒的时候用它就好了。成分也是各种保湿的透明质酸、维生素 E。户外身体乳也是很大支的 Super Good Play Everyday Lotion， 就像它的名字一样，它是 lotion 身体乳，防水防晒还有保湿力的身体乳。我最喜欢是它特别的丝滑，很水，你看我涂在手上，它一下就流下去的质地，完全不厚重的防晒霜，像我平常拿它擦手也很舒服。它会有一点点植物精油的味道啊，唯一的问题是有点柠檬香精，但我没有上脸，所以我也没有任何爆痘啊敏感的情况。保湿成分也不少，向日葵籽油、迷迭香、维生素 E、泛醇、尿囊素。它是说 face and body 脸和身体都可以用的，我是觉得你不要用在眼周，像这种有刺激精油的最好还是涂身体。注意我们防晒不要买最火的最热门的，而是买你每天都愿意涂够量的，而且一定要分场合使用。通勤看肤感，抗老就看 UVA， 敏感肌就看是否有香精香料，户外的时候就看是否成膜，还有它的防晒剂是如何。好，这个视频的工作量蛮大的，看到这里不要忘记给我点赞，没有关注的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夏天要来了嘛，我会出各种合集，散粉、粉饼、控油，帮大家皮肤不出状况。谢谢你收看，我们下期见，拜。